为什么你的架拍打不出去球？为什么你的架拍用不上身体力量？为什么总感觉打不准球？一直无法解决抡大臂等问题。架拍有效的奥秘到底是什么？被压头顶发不上力，正手区击球总无法拿到高点，这些都和架拍有关。超详细架拍教学来了，一个视频让你掌握真正有效的架拍。Let's go！ 视频中球拍是胜利昆仑700，以上手高颜值进攻拍，全碳纤维中改，让发力更轻松。架拍时，首先要保证肘位置的正确。一个方法，快速找到架拍位置。大家立正，将右臂从身体右侧举起至右腿上方，此时肩膀自然展开。随后上半身倾斜，带动球拍移动到刚刚头顶位置。移动结束，差不多球拍位于左腿上方。然后手腕保持原状，小臂自然弯曲，使大小臂夹角小于90度。最后手臂保持现状，身体回正后，将重心移动到右腿。此方法可快速找到架拍时肘的位置。为什么肘要在这里？因为此时肩膀自然展开，为后续大臂带动小臂的力传导获得足够空间。架拍时肩膀没有展开，会失去大臂带动小臂所需基本空间。此时大臂前挥时，必然带动小臂一同前挥。此架拍不仅击球前手臂力传导无法完成，且击球后大臂也无法制动将力量完全发出。不展开肩膀，不仅无法完成正确力传导，也会导致抡大臂的出现。只有先将肩膀自然展开，才能获得大臂带动小臂的空间。肩膀展开后，只用小臂击球肯定是没力的，但此时可以先前挥大臂完成顶肘，随后大臂制动甩出小臂击球。只有展开肩膀，才能获得大臂单独前挥的空间，给手臂力传导创造条件。此时力传导正确，可将手臂力量完全发出。架拍时肘的位置不仅在于展开肩膀，还决定了能否找到正确击球点。当击球点在红线时，只有肘对准红线附近，才能更好完成发力，才能拿到高点击球。若肘与击球点距离远，此时挥拍将会影响力传导，并且击球点也会变得很低。此时需要在直接展开肩膀的基础上移动身体，帮助胳膊肘接近球的位置，从而重新拿回高点击球，并保证力传导的正常进行。所以当来球在正手位，先完成展肩后，身体向右后方移动，帮助肘接近击球点位置，然后顶肘甩出小臂击球。当来球在头顶位时，同样先完成展肩，再根据球的位置移动，尽量在顶肘前让肘的位置接近击球点。当球离身体较远，架拍还只展开肩膀时，肘的位置与击球点距离较远，会导致无法在最佳击球点击球，就会出现这种打不准球的情况。这里啰嗦一句，大家在架拍时一定要快，启动后要先架拍再迈脚，这一球阳启动后先迈脚才架拍就来不及了。启动后一定要先架拍哦，这样才能保证球速快，肘的位置也能接近击球点。如果头顶区球速特别快怎么办？肘的移动根本追不上，此时就要用反手架拍了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击球时肘的位置更接近球。启动完第一步，先要将肩膀展开，然后保持展肩状态，让肘的位置接近击球点，这为后续力传导奠定了基础。注意，展肩不是指绷紧整个胸部，重要的是给大臂带动小臂创造空间。如果架拍时胸部已经绷紧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肘的位置解决了，接下来是手腕位置。有没有和这位小姐姐同样问题的球友？明明架好了拍，但很使劲了，还发不上力。还有这个小妹妹，并没有正确的力传导产生，这是因为他们击球时大臂与小臂在同时前挥。造成大臂无法带动小臂前挥的原因是手腕位置的改变。只有大臂前挥时，手腕位置基本静止在架拍位置，才能保证力传导出现。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
当我们胳膊伸直，手臂是无法向正后转动的；同样弯曲手臂时，小臂也无法向后方转动。若此时大臂前挥，将带着小臂手腕一起前移。与此同时，注意大臂小臂将旋转同样的角度。也就是说，当大臂小臂同时旋转时，将无法出现大臂前挥手腕静止在原地。只有小臂先发生外旋，才能保证大臂前挥时手腕静止在原地，大臂再制动甩出手腕，从而完成力传导。如果手腕主动向侧面倒下发力，将会使大小臂同时外旋，就不存在力传导了。比如这样，手腕向侧面发力倒下，当手腕在挥正时，必然与大臂同时向前挥动，则不存在大臂带小臂。手腕向后发力是不会改变位置的，错误的是主动向侧面发力。当小臂不发生外旋，大臂无法单独前挥。只有小臂单独外旋，才能在手腕保持原地中先前挥大臂，完成顶肘。顶肘完成时，手腕还保持在架牌位置，才能发生力传导。能发生顶肘完成手腕保持原地的方法，只有小臂单独外旋。注意从拍面状态观察小臂外旋和顶肘完成后手腕位置。只有在顶肘完成前，手腕基本保持原地，才能充分牵拉核心，自然就会形成背弓，才会出现正确的鞭打发力。架拍完成前，手腕位置本来就高，顶肘时手腕会停在这里。架拍完成前，手腕位置较低，顶肘时手腕也会停在这里。学会肘的位置是架拍完成的基础，而架拍能否发挥作用，看的是顶肘时手腕位置是否主动发力改变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